过去几年以来啊，这个美国对华政策、对台政策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说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就是基本上就是翻天覆地的把原来这个过去50多年以来的对华对台政策基本格局啊，我们基本上把它改变了。这改变呢，这个我们觉得是非常正确的。这不仅是符合于美国的价值观，不仅仅符合于这个美国人民的一贯的诉求，最重要的它有非常多的实际的意义。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好像是情绪化很重，就是在川普时期一看总统讲话，觉得这个人就是意气用事，不对的。我们有很多非常细致的考虑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改变对华政策，要改变对台政策。这个事关实际上事关这个世界格局，不仅是跟台湾人民有关系，对美国有关系那么今天我就讲一讲这个，就是一些基本的问题，我想讲一讲，然后呢，就是抛砖引玉，大家有问题我们可以交谈我也很荣幸，我这个刚才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名单我一看，这个是精英这个台湾的这个非常有成就，而且非常有有名气的台湾的学者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感觉到这个心里边还是有点不太稳定生怕讲错所以说像这个一中先生我们老朋友了，他的一些分析，其实在华盛顿我们都是非常重视因为台湾的这个知识界跟中共打交道，台湾人民政府跟中国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你们有非常多的经验而且这些经验呢，很可惜的就是没有在美国的这个政策圈子里面充分的反映出来，至少作为一个参考这都没有，因为缺少这种就是我看你们在台湾在讨论这个国家大事这个非常轰轰烈烈。我今天这个坐计程车从总统府出来之后，因为那帮人他们去看观光了，我没兴趣了，那我就说我到回到旅馆去。那个有一个计程车的一个女士，她开了29年的计程车，台湾屏东屏东人，给我讲了很多事情结果她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国民党信徒他是开车，他就说，我说你们这个统一不统一，对你们有关系？没有，他说我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观光客，我能不能赚钱就这个。那我要再提升高一点的话，他就好像是就对这不关心了所以说呢，岛内的这个很多事情就是你们这个民主机制非常健全你们讨论的事情非常热烈，把很多人都激愤起来去投票去支持你的这个竞选人。这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华盛顿几千里之外看起来，当然很高兴，这是民主一个真正的这个真谛那有的时候呢，看起来也非常觉得令人奇怪。你比如说在全世界都认为你们的这个疫情处理方面是一个最佳的典范但是在选举中间，你们总是骂这个处理疫情的这些官员，说他们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那我们看起来，这就是国内政治跟这个总体的这个形象可能不太一样。这个呢也很好，因为台湾的这次选举实际上跟世界上了一堂课。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我写了一篇文章说台湾的选举怎么样能够教美国人去办好他们自己的选举。那么我美国的选举当然是最老白的民主，但这个民主还有很多这个程序上的这个问题，都是根据18世纪的农业社会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来设计的。比如说星期二投票星期二投票这是非常老，星期二是上班时间很多人不愿意去投票，所以这个民众参与的程度就会比较小。你们台湾就越过了几个世纪，然后跳到21世纪，规定所有投票都应该在星期六周六这样子为什么星期二呢？因为星期二在这个美国建国的时候呢星期天当然是这个要上教堂这个是不可神圣不可侵犯的。然后呢这个星期一你要坐一天的这个马车到这个县中心去投票投票完了之后呢，然后你就马上赶回家，因为星期三往往是这个上市场去卖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必须要去卖东西还要买东西所以这个规定星期二24世纪这个投票大概就是几分钟的事情根本就没必要。那么你们台湾做了这一点，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还有你们这个对投票的这个它的这个严肃性很重要。比如说你们的规定要亲自有人投票，不要机器投票邮政投票也不行。再有一个，你们当天唱票美国这个民主制当然很热烈，但是实际上它有很多可以向台湾人学习的东西。我在报纸上一说当时台湾学习，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台湾人选举更加关心。所以你们今天早上我和你们蔡英文总统见面，
个我也提到这个事情。台湾实际上可以对世界的民主做出非常大的贡献。大家觉得你们在这个是个小地方、小岛，实际上台湾并不小。台湾对世界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你们的地域和你们的人口。2300万也不小，小国什么立陶宛很小，立陶宛大概是200-300万，比你们还要小10倍大概。所以他们在世界上这个地位也很重要。你们台湾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公认的非常进步或者是非常先进的一个。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对于美国人来讲，他们美国的外交政策，他最欣赏的一些盟友，主要就是他们有这自信心的一些朋友，他们有他们自力更生的一些朋友，像以色列这样的国家，就是说不管美国的上层政策它怎么改变，换什么人马，对台政策是冷还是热，或者是温你们都可以完全可以自理。以色列就这样，他因为国际政治上对他也有很多不利的地方，他也很孤立，他一直就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他的最佳的假设就是，假如我们没有美国的支持，那么我们还能够生存下去。所以说，关键因为他们对于国家来讲，他们主要就是生存权的问题。台湾也这样面临同样的问题。当然你们可能面临的问题，因为中共是一个方面的一个集权政治的打压，它是很集中的。那么我再讲讲有很多朋友问我，就是美国政策为什么会变化那么大？我到台湾来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川普上台之后，第二届政府对台政策有什么变化？大家可能很注重领导阶层的变化。实际上，在美国他的总统他当然权力也很大，但他对一些基本的政策，政策框架，他是没法改变的。那么，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最基本的框架，最根本的一条，不是外交承认不承认，也不是什么跟中共打交道，也避免了一些谈判。美国对台政策的制定是1950年6月26号，韩战开始，那么杜鲁门总统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那个时候就奠定了美国对台政策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那就是说不能使用武力来改变台湾的现状。那个时候说不能使用武力呢，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阻止当时的国民政府反攻大陆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能用武力，任何方面不能来改变现状。那么当然现在说我们不能说不能用武力改变现状，当然都是比较单一的，就指中共。但是这个东西呢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说我们基本上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就从这个讲。所以说呢，任何总统在对基本上来讲，他是基本上是不可能改变的所以说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大家要有信心不管是哪个总统上台，以我在川普总统时期的工作的经验来看，川普总统他是一个商人，商人最讲究的就是效果他不怎么注重程序他跟庞培尔这些人讲，跟国防部长讲，他说我不管你们是怎么去做的，这是我的任务交给你们，你们完成了之后再告诉我，不要再请我去给你们出主意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任务那我们对ISIS 也这样，他跟国防部长Mattis 就说你把 ISIS 消灭掉我们有法律上的证据，有总统的支持，怎么消灭掉我不管，所以我们在6个月之内就把他们干掉对华政策也这样，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务院是专门制定政策的外交政策的。那么如果在以前这很难想象的，因为总统他总是会顾忌跟中共上层的交流，他有很多顾忌。川普总统不一样，他说你除了对我的贸易谈判你不要过分插手之外，你们对华政策怎么改变我不管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能够放手大胆的干，没有白宫对我们施加的一些巨大的阻力。这个是川普总统实际上在外交上很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跟他直接打交道，但是呢，他对我们提供了一些领导方面的一些背景上的支持，这很重要那么讲到这一点，刚才我讲的最基本的基本底线是这样子那么在川普时期呢，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外交成就，就是我们重新界定了全球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一种定义就是 completely change the global dialogue on China。就中国，它已经不是传统的地区性的一个威胁，它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为什么中国说是全球性的威胁？我们就从几个方面来讲。第一点，
就是我们觉得中国它的这个战略意图非常重要。它的战略意图不仅仅是这征服台湾，不仅仅是这个跟周边的国家领土上有一个这个武力解决的那么一种诉求，它最重要的是打破这个国际宪政的秩序。国际宪政就是美国为主的所以它基本的就要摧毁美国的这种战略领先地位。从这个技术上、军事上、经济上，它全部要以摧毁美国这一个国家来为目的的。当然，他的手法是很多，但他的意愿、这个战略意图，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是专制政权专制政权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它对人民专制，它最怕就是他中国老百姓起来造反所以说，你们台湾的选举对中国大陆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不能公开说的，但是基本上就是这样。昨天我们在陆委会的时候，陆委会主任邱泰山先生给我们讲，他说这个讲了这个在过去几十年以来，两岸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深的一年大概就是2011年的时候，大概有到大陆去观光客是400万，大陆观光到台湾也是400万，但是呢，这种交流过程中间交流的越多，其实两岸人民之间的两国之间的这个观念就它的隔阂就越大，因为这根本就是两种生活方式、两种制度的一种差别。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蛮重要的。那么我们就刚才讲了，就中国的战略意图，当然这个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是认识不到的。以前大家都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个他们很虚弱，经济也不发达。那么美国的建国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人人生而平等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那就表面上就是意识到，就是说我们这个人这个人性基本上在世界上是一致的、有普世的这个情况如果只是机会的问题你给他机会，不管多坏的人，他都会成为好人那么我们就是说就根据这种建国的一种基本的国家理念我们就让中共这个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给他们参与国际社会希望他们经济通过跟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大量接触他们的这个经济制度共产主义的这种 command economy 也会变得逐渐更加自由化。那么这样当然就是一种幻想，这个幻想实际上早就破灭了。美国领导人就看尼克松尼克松是这种幻想的一个始作俑者。在他1997年死的时候，他曾经说：“他说我对中国的开放，1972年基本上很可能就是把中国成了一个弗兰克斯坦，一个怪物。”这是他非常坦诚的一种就是一种坦白但是呢，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一个有政治勇气的政治家。美国的所有的总统，从卡特以后的总统都知道，中国和美国根本上制度上有很多差别，但是他没有这种勇气去改变这种做法。一直到这个川普和蓬佩奥上台之后，我们就彻底改变了这个东西那么这样呢，其实很重要的战略意图我们知道。那么另外呢，中共在几十年前，他的能力也增加了不少，他的一些技术，尤其是技术方面的能力但他根本就不是为攻打台湾来发展自己的军事经济实力，他的想法是远远超过你的。他全世界到处买一些港口他的这个技术他在发展那个太空的这个作战指挥能力那么现在可能这个像你们那个机构可能就会注重这个什么command control 但是实际上他做了很多C5、ISRT 很多东西他做了很多，所以他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只针对台湾来的，他有很多他的一种大的意图所以这个能力我也不能小看，而且这个你们大家读过18世纪孟德斯鸠的一个看法，这些著作你们知道，这个专制政权它当然最根本的是很糟糕的一个政治体系，但是呢，它有很多优点，它的优点就是效率，它有效率它可以把集中全国的资源咱们中国人讲就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这样但是做多了之后呢，就是集中力量办蠢事，所以这就是他们一个矛盾但是中共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跟这个以前的美国所有的对手不一样。现在你说俄罗斯、伊朗和北朝鲜，他们基本上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制裁范围之内，他们根本就不可能享受世界自由贸易制度的一些成果。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完完全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他们有很多非常这个不好的一些做法。那么现在美国也意识到这一点。要是抱歉一下，我们后面听不到你声音。我这个是打开了。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啊，这样。我跟你讲啊，这是非常少有的机会说我的声音太小，基本上说我的声音太大啊。那么所以说呢，这个中共呢，我们已经在川普时期上任之后，这个第一件事情就重新定义，中国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地位。那么我们正确的定位就是它是对美国的头号威胁，对世界也是头号威胁。中共就把这个调过来，他也慌了，他说这个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问题这不对的，这件事世界的问题就是中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问题，很多国家都对他不满。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对这个定义啊。那么台湾在里面有什么这个意义呢？台湾是很重要的，就是美国它采取的政治策略是全球策略，我们主要是将把这个全世界的这个民主国家就是或者志同道合者就是 like-minded 的这些国家联合在一起，因为中共它对这个它的方式呢，它统治全球的方式呢，不是通过60年代70年代这种比较原始的单一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方式来的。他主要的做法就是他想把这个对全世界对中国形成一种这个经济上、技术上的一种依赖，这种 dependency 这种依赖很重要，所以他通过这个方式来输出他的这个经济模式他的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么一个工程。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要对付中共呢，一定要建立一个全球的系统那么台湾在这方面非常重要，不仅是我们觉得重要，中共也觉得很重要。那么你跟所有的美国政府打过交道的人你就知道，比如说蓬佩奥先生，他要是跟这个杨洁篪他们专门管这个外交事务的一个政治局常委政治委员，你跟他，我有时候我就看见他们要花了几个月时间，终于谈定了，要1个小时对话。这个谈话呢是主要是讲伊朗问题的，这个题目都定好了，多少人都说多少分钟。杨洁篪上来之后，他就大讲台湾问题，讲一个中国原则，整个1个小时他花了大概35分钟。所以说我们对他的诚意就根本就表示怀疑。那么后来我就跟这个国务卿建议，我说你中共他当然希望他来表述他的国家意愿，但是你要觉得他很烦，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理他。他因为什么呢？这是基于一种什么想法？就是基于一种中国对美国的需求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求。所以说你要有这种意识的话，你对他的这个恐惧心态就会小一些。果然他就根本就不会跟他们谈这个谈话的问题。那么后来他们就慌了求我们去还是要恢复战略对谈这个就是所以说这个都是这个比较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我想呢，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这川普事情呢做了很多的改变。那么当时我们还担心民主党上台之后会不会把我们这个他们所谓的拨乱反正现在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子。他们基本上就沿着我们这条路来走，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弱点，就是他们当然要跟中国搞战略竞争，这个战略竞争这个提法它表示一种意愿，这种意愿实际上很有问题的，逻辑上不通的。你要跟他竞争什么？竞争就是它有几个因素竞争就是竞争第1号冠军。中国一直说是双赢这个不是竞争，这是迷魂汤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竞争呢，就是它基本上就暗示双方呢都会遵守同样的竞争规则，中国是不守规则，所以说这个是很有问题的。欧洲人呢，他们说他们是这个就叫制度性的对抗systemic rivalry 这个还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那么中共对这个定义呢更加真实，他说这是2种社会制度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很重要的然后我们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拜登政府呢，但是呢，他最基本的原因还是说双方绝对不能使用武力来改变现状，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在川普时期，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尽量发展美台关系，这种美台关系呢，就是我们尽量摆脱就中美关系那么一个框架，发展美台关系跟发展中美关系这个2回事这个呢是很重要的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是那么一种这个基本的走向，当然。具体的人管什么具体的事情，这个还是蛮重要的那么在蓬佩奥时期，因为这个川普总统他的
最著名的一个手法就是炒鱿鱼啊 ，you're fired 。所以说呢，他没有完成任务就把他开除掉，这样子的，当然看起来很残酷，但是这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到最后就是说，大家这个做事情都有一个目的啊。现在这个拜登政府啊，他很难把这些做不好事情的人把他们开除掉啊。这个美国政府他有，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效果是蛮重要的。那么中共现在呢，它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利用美国的这个社会政治制度中间一些缺陷这个对总统个人的一些看法呀，他把它过于夸大这样扰乱民心这个是中共惯用的手法。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拉拉杂杂讲了一些我非常想听这个各位的一些高见。那么如果说有些问题我愿意回答，我也回答。那么很多的问题，刚才大家说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这个对美台关系有什么影响？那我刚才讲了半天，拉拉杂杂讲了半天，就说大家放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川普总统说话很直，但他很直呢，他都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考量。大家不要觉得川普说话这个好像没着边际这个但是实际上的，他背后有很多参谋，这个参谋给他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主意那么我们讲就是那我最后讲一点50年之后，你要看川普时期的最大的外交成果、战略成果，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美国的战略中心从欧洲、从中东迁到了中国。这个战略中心的转移是非常重要的。战后几十年，美国就是把它重要的这个战略中心放在欧洲，因为对付苏联嘛，所以我们成立了北约。那么美国成了北约的这个领导人，而且主要是资助人。北约的这个每年的这个经费，70%、80%都是这个美国出的。再有一个呢，主要就是这些北约呢这些成员国呢，背靠大树好乘凉，利用这个美国的这种大量的军事投入，他们借口不发展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更不研发自己的能力。这是实际上北约就是美国在那做。那么我们现在要撤出来，撤出来之后呢，怎么撤出来？一定要负责任的撤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对北约的对欧洲的政策呢，就是我们尽量激将法，让他们把他们臭骂一通然后呢逼他们发展自己的力量。做这种事情只有川普总统可以做。所以你看他在他任期之内，他对北约领导是毫不客气的，讲话讲得非常刻薄的。他并不是叫他们付他们 GDP 的2%来加强国防，这个更不是目的。他根本就是让他们问一下，我们美国已经把战略中心从欧洲转向了中国，我想问你们，北约存在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必要再存在？这样问他们很慌啊。所以欧洲人对川普是不喜欢的，但这是非常必要的做法。那么我们从那实际上这个川普我们这个离开办公室之后呢，下台之后呢，这个实际上北约的成员国很多国家都拿了很多钱，可以发展了他们自己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乌克兰战争对他们又是一个重大的刺激，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之后呢，欧洲人突然觉得他们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他们在能源上严重依靠俄国，在贸易和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最让他们害怕的最让他们吃惊的就是他们在安全上严重依赖美国，所以他们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现在就是现在就重新界定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国防战略立国的根基那么欧洲人是基本上是不能这个抱团的所以他们也是很混乱法国人想当头，德国人说你们法国人也没有我们经济强大，我们也有很多资源，所以很多人英国人当然不服气了所以这个对于有很多这个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呢，这个北约组织是更加强大的。你看北约组织，它慢慢就是跟我们讲的这个都差不多中国是头号威胁，他没有明说，但是你看北约那个总秘书长那个 Stoltenberg， 他讲话都是针对中国的，他前天还在讲那么日本听到这个很高兴，日本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国防战略，所以日本在那个安倍总统的时候，他就基本上指定了一种方向，但是在这个岸田总理1年以前制定这个国防政策，但非常了不起的，大家应该注意一下。岸田政府他完全改变了1950年以来日本的国防姿态，这个 strategic posture、defense posture， 他要增加日本的这个国防经费，
达到2%的这么一个水平，就是欧洲北约的水平。另外一点，它最重要的就是它把它的战略的这个发展的能力的重点转向这个先发制人和反击力量，就 counter strike 和这个preemptive strike， 这是非常了不起，美国都不可能讲这种话，日本他就能做到这些。他首先去的第一步宣布这个之后，他不知道美国，他到布鲁塞尔跟北约组织谈这些，所以他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当然这是负责任的一种办法。那么我们从欧洲从非洲从那个中东地区撤出来，去重点对付中共的一个做法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尽量在中东制造和平。制造和平的一个最关键问题，你要解决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这个敌对关系。那么我们这个川普政府花的很大的一个精力，就是要去把这个以色列的世仇，像沙特阿拉伯、埃及，像这个UAE 这些国家，跟以色列要承认以色列存在的权利啊，这就是这个 Abraham Accord。这个 Abraham Accords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外交成就，1948年以来没有这种成就，说以色列涉敌都承认以色列有存在的这个权利啊，这样子。但是最后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沙特阿拉伯啊。沙特阿拉伯本来在我们这个要离开这个华盛顿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要签了，就那么几天，签了之后呢，这个 Abraham Accords 就完全就基本上就实现了啊，因为沙特阿拉伯是一个举重经济的国家。但是不管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个拜登总统呢，他们基本上就没签，就拖了2年，拖了2年，正好要签的时候，所以这个哈马斯就进攻以色列，他们的主要的战略目的就是要阻止这个 Abraham Accord。所以说呢，他们现在这个就是要中共呢非常高兴，所以他非常需要这个一些战略的就是分心啊，就是distraction 所以说呢，他对俄罗斯的支持，他不是从这个核武在武器上提供支持，他是主要是向俄罗斯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和这个有双重用途的一些东西啊，像他的卡车像这个车皮啊这些东西还有这个drone，他都跟俄罗斯这个称要打气。然后呢，这个当然伊朗中共给他还有4000万美元的那么一个$400 billion那么一个 deal 啊，就是他们是战略伙伴，全面战略伙伴。所以这个呢，伊朗就在哈马斯背后嘛，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们会做这些。所以对这个拜登政府的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能不能顶住这个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争的一些这个诱惑，把我们的战略中心重新从中国移到这个地方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跟你保证川普总统上台绝对不会移动所以这个是对台湾也非常重要。台湾政府，你们在过去几年以来做的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你们不把台湾只认为是一个地区性的你们台湾，你们这个是一个我今天早上听这个赖英总统，我们在聊了半天，他整个就讲中东，讲乌克兰，讲台湾的这个全球这个一些半导体技术领先地位，整个就是一个国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这是台湾人应该有的勇气所以说没有必要这个支持这个我们在做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废除了你们国务院自己制定的这个跟台湾的外交人员的这个交往法我们还对你们的萧美琴大使，实际上这个他是非常精明的这个他有这个非常广大的政治前途所以这样子，所以我对台湾是充满了信心。我觉得台湾在很多方面，他们说中国是个大国，我们是个小国。今天早上我们蔡英文总统讲，这个 size does matter 中共呢太大太胖体弱内部有很多毛病这个是不应该就是说这个中国大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绝对的优势，它有很多优势它的军队要发展很多，但是它的一些内政外交它有它的这个民心所以台湾这地方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有这个国际上的支持很重要，但是你要设想，就即使没有国际上的支持，你们也能撑得住。这个是只要有人撑得住了之后呢，那么国际资助就会越多。那么乌克兰的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乌克兰的正好2年以前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的第2个星期，我们就在这个地方，他不要先来和我们对吧？那我还提到他在这边来的，在赖先生主持的那个演讲会上提出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话那个话呢当然是我们共同商量做出来的我们在飞机上把这个东西写进去他说他主张美国
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实际上呢，谁也没人反驳他，大家觉得这个是不可想的，心理上就有隔阂。我们不是说为了制造这种音响效果来做这个，因为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的意义在里面。中国向台湾打的第一枪之后，我跟你保证，他肯定会跑到联合国去，要联合国全体大会就一个问题投票，说台湾究竟是不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准备，在这样根本就没想到要承认外交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很可能就完全输掉这个投票，所以说大家你们现在就说中国他就把你们这些一些邦交国现在一个一个把它吃掉，我要是这样，我就会跟你们台湾的这个政治人物建议就是说你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你看像这立陶宛啊，像什么捷克这些国家对你们非常友好。你跟他讲，你中共对你们继续打压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不就好了吗？只要有一个国家那么做，大家一大堆人就，你看出去之后就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马路有红灯，有红灯当然不能过，白天有很多车辆。如果说假设一下，现在是半夜2点钟，红灯一直亮，不能过，两边堵了几十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过，因为他确实是无法理解。红灯有红线不能过，但是呢，你也知道根本就没有危险，大家还是遵守规则，很荒唐的。只要有一个人迈出了第一步，大家都过去了。好吧，我就讲这个。